A 组要进行 PK 的2人队是，听这个名字我都念不出口。来，我看看，叫好妻懒做，好妻懒做呀，和油泼辣子小蛋糕。首先要上场的队伍是好妻懒做，7号，让我们有请。什么呀？牛马是这个。大家好，我是9号，我是 7， 我们是好妻懒做。我们的口号是名字只是为了谐音啊，其实还挺努力的。谢谢。接下来要出场的队伍是油泼辣子小蛋糕，掌声欢迎山河步惊云。大家好，我是步惊云，我是山河，我们是油泼辣子小蛋糕。不明显吗？我是小蛋糕呀。对我油泼辣子，我多辣呀！我这攻击性多强呀！对我现在这多柔和呀！这看不出来吗？这还用问吗？是成为好朋友的第几年？0年还不是好朋友呢。不好笑啊！对不起，上当了。好朋友第几年？好朋友的界限是从哪里开始说？一起骂人，一起骂人哈。我觉得我们俩经常就是在后台一个眼神，我知道布姐在骂谁。对，这个点真的太好玩了。对，心有灵犀的感觉，我觉得同频共振很难得。我能感觉到布姐现在她会有任何的情绪，她第一个愿意告诉我的时候，我特别开心。她昨天突然冲过来说：“山河，我们家那个什么事情解决了。”我说：“哇，她愿意第一个告诉我，就是让我觉得太开心了。”我觉得这个叫真的朋友。那我也愿意把我们家的那些家仇扬给她。啊，我是觉得她懂我，她能接住我。把笔交换。对。我想枪，那你枪来，宝贝儿，想枪你枪吧。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，OK。啊。山河和步惊云又是一个俱乐部的啊，对，又很熟，2个人组队比和1个人比，感受不太一样。去年他带我进这个节目，其实算是一个引路人，算是姐姐，有时候更像妈妈。然后我们去年一起也经历了很多，然后我今天就很开心能够站在他旁边，就是没有站在他旁边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。2位加油！好妻懒做这儿，你们的那个扛分数的 KPI 是扛在谁身上啊？那当然是我俩就是因为都扛不动，所以才组了队。2位老师，你们是怎么形成你们的组合的呢？是那天我坐在人群中，然后没有人意识到我在，然后他没来，没有人意识到他在，然后我那天不在，正好。然后我们就是组成了组合。既然已经选了，咱们呢就选择上台说吧。马上要出场的来自好妻懒做这位朋友，今年第2年上节目，他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喜欢脱口秀的故事。掌声欢迎 7。大家好，我是 7。很喜欢演脱口秀，只有1个人站在舞台上，像个主角。我平时在生活里很不像主角，我就是那种公司的普通职员，长相常见，非常大众。你们坐13号线去张江，地铁车厢里有1半人长我这样。我今年新认识的朋友火锅，在云南边境当了10几年的警察，第一面见我时候非常激动，跟我说：“7，你太适合当便衣了。”我不想去，我都不是怕卧底的时候敌人发现我，我是怕组织忘了我。
我活到现在对自己的感受就是茫茫人海，我长得一溶于水。我这挺苦恼自己长相太平常这个事儿的，尤其是去外地演出的时候，每次进剧院都会被工作人员当成观众拦住。我说我不是观众，他说啊，黄牛也不让进。啊，长得普通就算了，我也不太会穿搭。我之前新认识的朋友，他们对我穿衣服的评价都不是我穿衣服丑，是我穿衣服老。我还问了他们什么是穿衣服老，他们跟我说穿衣服老啊，就是说你穿的是不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丑。哇，这么损呀！这我说什么意思？啊，他说就是说你本来应该是那种20多岁的丑，但是你现在穿就是那种40多岁的丑。我还跟人出梗呢，我说那是加倍的丑吗？啊，他说是差辈的丑。但是穿衣服老这个事儿也不怪我，就这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在青春期审美建立的时候，获得衣服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就是我妈跟我说，儿子，这衣服你爸穿不下呀，啊，要不给你穿呢？就穿衣服老这个事儿，我思前想后，在我家应该是一种传承。因为我有次和家里人一起出门去买菜，那个卖菜大姨瞅瞅我，瞅瞅旁边，跟我说，小伙儿，你这个衣服穿的跟你爷是真像啊。啊，那个是我爸。啊，基本就是这种情况。我也试过改变一下自己的穿着，想让自己显眼一点，完全没有成功。我发现我就是那种无论想怎么变得时尚，都会变得很实用的人。我甚至套用那种穿搭的万能公式都不行。我试过穿搭的万能公式，叠穿，被我推翻了。穿得很正常，就是一件休闲衬衫，外面套了一件工装衬衫。我穿完之后，同事问我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冷啊？”啊，他是想再给我拿一件外套，想帮我再叠一层。我没有答应，因为我觉得那样穿上可能就更像是一个在卧底的便衣了。我觉得叠就可以了，没必要叠中叠。因为这些，我很少被人夸有个性。大家一般对我的评价都是踏实、可靠。我之前在网上发自拍，底下评论说你长得就像会带充电宝的。我很讨厌这些刻板印象，因为他们说的都对。啊，他们都不是说我心里了，他们说我兜里了。还有那种更过分的话，我听过。我之前去相亲，相亲对象跟我说的，说，你条件其实还可以，但是要是能把工作和学历贴脸上就好了，要不别人都不知道我为啥找你，还为啥找我？我都不说别的，当我女朋友手机肯定有电。别人早安晚安，我2万毫安。但是说实话，朋友们，真听完这个话之后，其实有点伤心。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挺戳人、挺刺痛我自己的话，会让我觉得有一点自己的客观条件大于了人本身存在的感觉。我平时在生活里就是没什么存在感，我做脱口秀就是我想找到一些，这是我最开始的目的，但是好像也不太成功。很少有人会在 report 里写我，啊，不是问你们要啊，那个，你们今天也写不了那个。很羡慕姜子浩，他前几年很少好笑，大家还是会给他写 report， 叫他笨蛋帅哥。啊，我最讨厌就是姜子浩这种人，因为我最想成为就是他这种人，他拿出拖鞋就可以被人记住。10万伏特，这是还是得带道具。原来是这种感觉呀！哦，早知道我带俩了。但是真的，说实话，朋友们，我挺难受这个事儿的，我真的挺难受，因为这个东西你只能使用一次。
挺难受这个事儿，你还是要好好的去讲段子。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也很担心，忧心忡忡，朋友也在安慰我。演员的朋友用的是那种段子最后上价值和自己和解的方式。他跟我说 ，Simon， 可能生活就是这样，人群中有人负责耀眼，而有人负责组成人群。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，Simon， 你就是那个门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挺巧妙的？还挺巧妙的，还挺巧妙的。但是我今天就不特意站在台上跟自己和解了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，我就是挺想被记住，我真的想要一点存在感。因为我的价值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我的存在感。但是以任何形式的存在都可以，实在记不住脸也没关系，手机没电的时候要想起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Simon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真好，280，280，270，280，这个挺好的。Simon索票倒计时。谢谢。Simon存在感低，现在还会是你的困扰吗？哎，其实还从中发现了一些优点，比如我上学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有一次我们一起淘气，然后违反了纪律，每个人要写1200字的检讨，老师就说指着一群人说你们把检讨写了，我也写了，非常诚恳。第二天我把检讨交上去的时候，老师问我说啊还有你啊。就是这种情况，就不太显眼。我平时挨骂的时候，大家会忘记我，这好事啊。但是表扬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也会忘记我。茫茫人海，我长得一溶于水。而且其实 Simon 这次题目不好说，就说自己很平庸这件事儿，好多脱口秀演员涉猎过相关的内容，没想到后来一波又一波的，能把这么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定位说成这么有存在感、大放异彩，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作。是的，谢谢。我觉得 Simon 除了穿搭之外，其实可以想想昵称之类的。刚才他在说这事儿，其实让别人记住也还行啊。比如还有拖鞋王子，什么绝子，你 Simon 你叫腮帮子啊，腮帮子，赛文子啊，充电宝王子。这个是当时火锅看见我对我的判断，说 Simon 你看着就像会带充电宝的，还得是警察。太好玩了。我觉得很可爱，然后也非常好玩。我其实有那么一刹那觉得遇见过小猴戴了个眼镜上来了。因为他们俩都有点班味儿，我觉得身上班味儿有一点班。我俩是双胞胎，其实。而且他们两个的风格也有点像，但是都是能从那个点里头找出来自个儿那点好玩的事儿哈。而且他们在表演风格上是属于稳扎稳打型。对，好像在这个舞台上，你多演，真的能够等到一场，就从这一场开始，你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，演开了，怎么演怎么都有。我觉得这很不好讲，因为它很抽象。什么叫存在感？什么叫没有存在感？很难讲。但他刚才跟我们那个互动的时候，又讲了很多的例子，就他有太多这种好玩的例子了。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都有点儿。这也是今年Simon 在第3轮的给大家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演出。谢谢。赛文的衣柜。我一般的穿搭在夏季就是那种比较标准的白 T 恤配黑短裤。我们上班的时候要穿一些有领子的衣服，简单的说就是商务便装吧。在秋冬换季的时候，我会单独穿冲锋衣的内胆。有人负责耀眼，而有人负责组成人群。那天的场面可以说是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、红旗招展、人山人海。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？我想要那种完全看不出来像是 Simon 会穿的衣服。我真的很想知道 Simon 穿起我刚刚穿的那个机车皮。哎呀，我大概知道是啥效果，你给我穿一下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这么好看一件衣服，你感觉我穿完这个应该可以修空调？扳手帮我递一下，谢谢。
哎，我斗胆试一下这件。我这件哇，这件 Seven 穿起来太棒了。还是装扮游戏好玩。脱口秀暖暖。哇！你别说，你还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要结婚了，怎么样？可以推一个餐车，在一个婚礼的现场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衣服的问题，我刚才说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。给你换。你穿过裙子吗？哎，可以。你需要高饱和度。好的，宝。这个吧。包你再背这个。高饱和。这领带，这是年份限定。腰带你要穿吗？来。去给你们看一下暴力美学的震撼。来吧，我的设计思路其实就是饱和度高，千禧年 Y2K 的那种感觉和风格。Y2K，然后这儿你看节日限定，这一个蛇年 Snake， 真是不错。Colorful， 谢谢王老师。没事。另外一支队伍首先要派出来的这位朋友呢，叫脱口秀的神仙姐姐，有一大爱好就是爱吃，掌声欢迎山河。大家好，我是山河，你们好。哎呀，感谢大家。其实去年还是一个普通人呢，然后经过半年多的时间，突然就被这么多人喜欢关注，真的挺开心的。但有时候啊，还是有一点不适应。我前段时间，我人生第一次去参加了一个高端饭局。哎，我觉得饭局这个词儿本身就很高端，对吧？你跟你平时不怎么吃饭的人，比你段位高的人才叫饭局。我们演员平时不是的，你站在后台门口喊一声，都过来了。那天不一样，那天真不一样，那天是罗永浩老师。给我发微信说：“山河下周有时间吗？找几个脱口秀演员，交个朋友。”哎呦，特别激动，赶紧截图发给我爸说：“你看看，罗永浩请我吃饭。”我爸说：“我知道他，欠6个亿。”找你借钱呢。我说没有，人家早就还完了，人家现在直播间交个朋友。我爸说借钱的时候都说交个朋友，无所谓，解释不通。我真的很重视这个饭局，还在上海嘛，我要先从西安飞到上海，在上海最北边，我要从最南边到最北边，我特意打车去的。上海打车很贵的，我没有打特惠快车，我打专车去的。哇，我觉得骆老师配。哎，这是骂人的，配。真的，我平时是一个很讨厌跟司机聊天的人，也不怎么打车。我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的虚荣心上来了，我就期待那个司机正开着车，突然转过来说：“哦呦，小姑娘是来上海旅游的吧？”我说：“哎，找罗永浩吃个饭。”我说：“哎呦，爽死我了！”我那天在后面坐着，我就看着黄浦江 CBD 高楼大厦呼啸而过，我眼泪快下来了。我说：“山河，你出息了，你和大明星吃上饭了，你下一步经纪人、保姆车、保镖你走起来了。”堵车了。市中心周六下午6点半，罗永浩今天交不到我这个朋友。我当时真的急疯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，我开始说胡话。我拍拍那个师傅，我说：“哥，上海有蹦蹦吗？上海？”师傅说什么？我说蹦蹦，3蹦子。啊，听不懂。按你们这儿的话，黄包车，电动黄包车。师傅没理我。那一瞬间不喜欢上海了，太不发达了，没有蹦蹦，我爱蹦蹦。真的，蹦蹦之所以叫蹦蹦，就是你明明是坐着的，你就是在蹦。高峰期的时候你别管了，你别管它怎么到，它就是能按时到。最危险的交通工具，给我最大的安全感。
哎，我那天做了一件我现在半夜想起来想扇我自己的事儿，我给陆老师发了个微信，我说陆老师我可能要迟到，要不你也晚点到吧。我不到我也不允许别人到，反正那天我迟到了1个半小时。哦，我进包间疯狂道歉，我说不好意思，今天迟到了，今天我也不知道平时也不打车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太堵了。罗老师人真的非常好，一直安抚我说没事没事，哎呀，今天就是堵，没关系，我们也是刚到，我们还不饿呢。我看出来他们都饿了，他们快饿死了，因为那个菜吃的也太快了，上一盘空一盘，上一盘空一盘，高端饭局吃跟流水席一样。服务员每次进来的眼神就啊，这桌人怎么只有饭没有局啊？没人说话，我真的没见过世面。我第一次吃到那种每个人面前有2双筷子的饭局，你们吃过吗？每个人面前2双筷子，一双黑筷子，一双白筷子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今儿要黑白道通吃啊？今天啊！我当时观察了半天，我才反应过来是每个人都有1双公筷啊，也就是说你每次要用公筷夹口菜放在盘子，再用自己的筷子夹在嘴里。我不喜欢，太忙了。我夹到一口菜，下一步一定要在我的嘴里，直达的方便。你告诉我中间换乘一下，我受不了。对吧？你喜欢吃的菜马上就过来了，等你吃完放筷子换筷子再夹，菜过去了。那天那个局面过去你就吃不到了。那一刻，我用我的余光瞟到我旁边那个人。他从始至终没有换筷子。毛豆。他在我的上游。他不换筷子，我换筷子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，我也不换了。菜吃得更快了。那天有个什么鳝鱼粉丝包3圈的加不上，我那天上头说其实交不交朋友无所谓了，我要尝到这个菜啊！我在饭局上不会别的技巧，我唯一会的技巧就是转桌，你们懂吗？趁别人不注意，手放在盘子上转，把喜欢吃的菜转到自己面前来。谁能想到那天那个桌子是自动的，手刚放桌子停了，我尬疯了。我当时心里在骂上海，我说你经济这么发达的地方，你为什么要研究电动旋转桌呀？你研究电动黄包车呀？转到我这儿，好不容易我搞了几口汤汤水水放在盘子里，刚要吃，服务员进来了，说啊，女士您好，看咱们这个盘子里有残羹啊，给您换一个干净的盘子吧。我这叫残羹吗？这是我的遗憾。不用给我干净的盘子，给我块馍，我把这个汤一吸，哎，就干净了。那块馍可好吃了。我当时在那儿坐着，我就不禁回想起当年那些低端的饭局了。没上节目之前，演出完之后跟那些男演员一块吃夜市的日子啊，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社交礼仪可言。刚坐下一抬头，哥几个脱了。给我吓一跳啊！2只眼睛跟3个肚脐眼对视，一块腹肌都没有。我说这是哪一出啊？肚子消消乐。哥几个开始展示自己了，展示自己，说：“哎，你看我现在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嘿，给我吓坏了，下一步到我了吧？”没有，聊得太开心了，聊到后面端着酒杯站起来了，说：“哎，我说你有病啊！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今天高兴，我要给你来一个那个韩剧1988那个主题曲，叫什么？叫你不要担心。”我特别担心，我开始害怕了。哥刚一站起来，肚子撞桌子，汤洒到我肚子上。拍着自己的乐器，
韩语，硬 A 6遍，一个接给我使眼色，让我给他起个头。我说啊，可得哟，阿姆考藏哈吉马拉哟。拍着肚子，可得哟。什么马拉哟？我现在回想这个场景，我害怕。你说我旁边那桌人该怎么看我？说哎，这女的厉害了哈，吃个烧烤叫3个男模教韩语呢哈。我上课，谢谢你们。厉害厉害厉害，长这么帅！山河锁票倒计时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罗老师，你们那个饭局，高端饭局，高端饭局啊，就是因为我上海不熟，那时候也不在上海住，所以当时订了个包间，大家就去了。你记得吗？就是我们点10个菜，恨不得有5个他说没有了，因为我们吃太快了，然后后面罗老师我就看我们已经没菜吃了。不是，一共4个人吃那么快啊？哦，毛豆在哪啊？有毛豆在吗？哦。我其实还挺愤怒的，因为那个饭馆特别差，服务很不行，什么都没有，还进来劲儿的拿腔拿调的，所以我特别烦那顿饭。然后点到最后，你记得吗？就所有的东西都点没了。哇，不是我们吃的多，是他啥也没有，是吧？然后我一般请客的话，主食都会礼貌的问吃不吃主食，很多时候就不吃了。那天没办法，最后明显不够吃，又叫了好几盆炒饭之类的，勉强。山河，我们在讲你和罗老师饭局的时候，大老师问我。啥？怎么还有2双筷子啊？我说好多现在中餐馆都是2双筷子。你知道大老师的反应是什么？那不去，那肯定不去。另外1双筷子肯定要插鼻孔用啊！不是什么屁玩意儿，吃这个。因为我就从小就特别喜欢夜市的氛围，所以他在讲那一段的时候，我是特别有画面感的。然后那个1988那个歌曲前面确实也是那么开头的，这都是真事儿，反正。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鲜活，特别有那个烟火气，我很喜欢。谢谢老师。他讲那2双筷子的时候，我就因为我没有一次用对过。就是你明白有1双应该是公筷，但你就忘了。我网上查了，说吃里扒外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吃里面这双是自己的，然后外面那个是对这么记。不是你最后你会乱的。我每次就用着我就乱了，我就随便吧，反正假装有1双是公筷，轮流当公筷，最后只能这样。所以刚刚讲到那，我特别有那画面感，我就觉得太有意思。然后我觉得山河特别全面。他的文本太棒了，前面是罗老师那个饭局，然后后来是那个夜市，那几位大哥，我们俩都在那个拍的，因为那画面感就是能想象。因为他到那段的时候一句一梗，最后就让你崩溃，不得不拍了。对，所以然后他无敌的这种亲和力和舞台的这种魅力，我觉得太棒了。我觉得山河表现得很好，而且他今天还发烧着呢，这会儿还发烧着呢。他讲完之后才说，但他演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。今天早上本来以为好一些了，结果突然又有点低烧了。然后那会儿反正就给自己打打气。其实上场的话，那几分钟就好好表现还好，就没有怎么太影响。山河从去年开始，他比赛真的是练出来了，因为他去年新人一下就打到总决赛，然后今年在讲。我感觉他敢攻击了，这一点我非常欣慰。从第1轮开始吐槽那个马桶，然后去吐槽一些东西，他敢去点破他了。我觉得就是他勇敢了，我觉得看到他的勇敢让我非常激动。Seven 回到台上，在 Seven 和山河的表演结束之后，笑团给出来的票是一样的，他们最终的票数是。非常接近的票数，2位回到等候区，等你们的队友比完之后，我们再看队伍的总成绩。怎么这么厉害呀？好，你先坐着。